哎呀，这手里拿的这是啥？我想让你看看这个衣裳，啊百十年的衣裳了， 100年的衣服值了。钱不值钱？这衣服这是中山装啊，这是嗯，这这可100年了。100年了。哎呀，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是吧？一这直都在那柜里头放着嘞。还当宝贝放着。嗯，这衣服俺不要，这现在你不要？玩这个衣服的不多，知道吧？这衣服这都比较常见，知道不知道？常见。我看着这没有100年嘛，这最多也都是30年、40年。不，看着像7、80年代的这个料子那不是，啊那不是，都放了100年了。啊！里头装的有一块这样的，一直都没有打开过，一直都在里头装着嘞。里边有一块袁世凯的银元。哎呀，这有啥来历吗？这袁世凯，啊这不是袁世凯吧？啊，这不是袁世凯是谁？我袁大头门儿俺小时候可是经常花呀，成天天花呀。经常花，这啊经常花袁大头拿着。袁大头出去买东西。咦，那说你这家境优越啊！家境，你说不上能那，这都是，俺祖上都是，门上都是，大户。哎，对。哦，大户。那是，你这块儿这根大头是准备干啥呀？我说你看看。让我看看。啊。哦，准备变现是吧？变现不变现？哦，不变现。年纪了，我也用不着钱。不能变现，这能管经常晃动，看是个。看晃有晃的价值没？哦，明白了。哎呀，我给你简单的说说啊。这个袁大头和你常见那个袁大头有区别。你这个大头啊，一个字贵。说实话，贵就贵在他没有发型。你看这个人啊，就是因为他长得不像袁世凯。你看嘉禾这一面的设计和这个普通的这个袁大头是一样的，就是正面这个人的脸太瘦了。别说你看着不像袁世凯，你就连袁世凯本人看了之后啊也摇头。这块银元其实就是袁大头的始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在袁大头没有公开发行之前，这个银元它的设计是请了外国的这个设计师卢尔治乔治，让他雕刻设计的模具。但是他这个人啊，并没有见过真实的袁世凯，仅凭一张袁世凯的照片就开始了设计。结果这个模具做好之后，就施出了几块，然后让袁世凯一看啊，这上面这个袁大头和袁世凯本人说实话相差甚远，最后不得已又重新修模，按袁世凯的画像做了袁大头，也就是后来你经常见的那个袁大头的3年、8年、9年、10年。说实话都是在这个银元的基础上盖住了。而这个模板的袁大头啊，只是施铸了几块，在我们行内称之为原像7分脸，是正儿八经的这个样壁。而且你这块真是不得了，你看这上面还有卢尔治乔治的这个签名。说实话，要不是这个版啊和袁世凯本人有出入，说不定我们之前最常见的袁大头就长这个样。但是话又说回来啊，这个版虽然说是样壁，但是当时设计还有几个版。您的这个是签字版，还有不带乔治的签字，我们把它称为无签字版。签字版其中还有2个版，一个大星版，一个小星版。它这个星啊，就是左肩章，你看就这个地方，就这个小星就这个星星。你的这个实属小星版，无论是大星版还是小星版，只要是正版它都是值钱的。而你这个袁世凯7分脸啊，它这个包浆是属于环彩包浆，壁面状态又是 MS 级别的微流通状态。你看它的这个胡子啊、发丝啊，你找个放大镜，你如果说看的话，是属于那种粒粒可数的状态。整体壁面非常完好。说实话，这么完美的银元啊，只有你们这些大户人家以前才能传习下来。如果你肯花钱啊，拿到那个 NGC 啊，或者是 PCGS 平替公司打个回子回来，说实话能卖个7位数完全没问题。我都看他给
以前俺成天拿着花，它长得不一样。跟那普通袁大头不一样。我才留着它了。我都冒昧的问一下，这个衣服和这个姻缘是那主要是干啥嘞？干啥嘞？俺主要弄以前都是弄大军阀。过去的军阀啊。那是嘞，那过去的军阀确实有这样的币也很正常。你这块币看是出还是不出啊？不出。不出。我想继续放。继续留着。继续放着。可能有的放的价值吧。有，可能这个跟你这个年龄有关系吧。你们老年人对钱没有太多的概念，不像年轻人有钱。有钱了可以过灯红酒绿的生活，传承下去也是挺好的。毕竟传承的东西啊，又不以钱为标准了，这个东西还放着吧。年纪了也不缺钱。那是，不缺钱还留着吧。你最好是别摔着了。这个说实话，摔一下这几十万都没了。这一直在这里头装着，这个衣裳一直我都在柜子里头放着。那行，我想着你一开始卖衣服了，你看那衣服那是不值啥钱。我说的叫你看看，也是换百子年的衣服了。那是值钱不值钱呢？不值钱，衣服不值钱，姻缘值钱，还放好吧？好。既然不卖到算了啊。老板，听说银子涨价了啊！俺男朋友把他家里面祖传的佛像送给俺妈了。俺妈不信这个，你看能不能卖2-3万？想卖2-3万？因为现在的银子这都是按克算了呀。这老古董你可不能按克算啊。老古董倒是谈不上，因为你这个外边你看封了一个亚克力包装，你看盒子上标注的很清楚，纯银精品。这很明显，这是现在做出来的这个摆件而已，所以谈不上古董。既然恁男朋友送给恁妈的礼物和这个信仰有冲突的话，这盒子保存的非常完好。你再换个其他的不就行了吗？其实我感觉这不是啥古董，俺男朋友非得说祖传的。上个月我们已经分手了，那既然不是古董，那就砸了吧。砸了！好好的东西，你别搞破坏，听我一句劝。这盒子砸烂了，这完全没比。不砸烂的话，那咱俩谁知道能卖多少钱？小心一点，别立住手了。我慢慢来弄。你这幸好是没有砸中这里边的佛像，砸坏的话，一般像这种空心的就只能按碎银子价来算了。空心的，这不可能吧？我抱着这可沉了，这哪管是空心的？哎呀，我给你来讲一下这个确实是空心。你听，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代的，都不可能用实心。第一个用实心浪费材料，金银铜它都有成本。第二个，实心做出来的样式它不好看，它没有这种立体感。再说了，是空心还是实心，你这样托在手里你都能托出来，给你托一托。我都不托了，你说是空心那就空心吧。我现在急用钱，想换一部新手机，这盒子也砸开了，你看能值多少钱吗？你这砸开了我觉得你也不要卖，最好还是跟那前男友还回去。还回去？对。你说送人的东西，这哪还有要回去的道理？这送人的东西确实没有要回去的道理，但是在于个人。如果你们相互感觉不亏钱，那就不用还。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你现在随便一款最新款的那手机，那动不动都得大几千。你这也知道，银子便宜的不得了，你这确实卖不了几个钱。这银子再便宜，它也得有价钱。我以前买那彩银项链，才2颗，一下子花了好几百。人家那商场里面的金店都是几十块钱一颗。你说的这都是人家商场金店的卖价，人家房租、人工各方面的开支也有成本。都能理解，那都打个对折，一颗按50，啥都不说了。一听你说这话，你确实对金银价格不懂。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你这个佛像是过去的古董，它不单纯是按银子价钱来折算了，基本上都是几万、几十万这样子了。但是你这个它是纯粹的现代照了这个摆件而已。第一个材质也就是朱银呗。市面上的原材料非常便宜，大概也就6块钱一颗。第二个，既然是现代生产出来的东西，那机器一开，轰轰轰的，只要材料准备好，模具你要多少可以做多少，无非也就是后期工人的一些这个喷砂，包括抛光费。说的好听一点，你现在上金店去买这种摆件，人家营业员又是端茶又是倒水的，一颗的话也就10来块钱一颗。你这个我拖着也就1斤左右吧，你去掉这下边的这个壳子，最多有1斤，对
对吧？你这盒子也炸了，大不了也就3000块钱一大管。3000？对。我想卖2、3万，这没想到只能卖1/10，那太可怜了吧？那还是给你吧。3000块钱你也不要着急，我的意思还是跟那前男友为妥。你这没啥妥不妥嘞，就这样决定吧，我心意已决。你还是年龄小，考虑的事情不够周全。虽说你今天得到了3000块钱，也不见得你发财什么呀？万一哪一天那前男友对吧，再给你讨要这个东西，3000块钱还真是买不来了，这东西我没法要，你还是拿回去反思反思吧。那好吧，那他不讨要的话，我以后再卖给你。好嘞。好。昨天给别人扒房子，在他房顶上，我竟然看见1000块银元，他竟然只给了我36块，太小气了。你给别人拆房子，别人给你工钱算是良心，但是别人给你36块银元，你又嫌少，啥样的银元？我看看。他不是光给我36块银元等于是他给我30块抵工钱了30块抵6000块钱的工钱，算下来那6块是白送给我的。白送给你6块银元，你这也算是捡大便宜了。人家都说见面分一半只有这6块是不是太小气了？你这多少得学会知足常乐见面分一半那是不可能了。你这些银元，我看这都是一眼开门的。我看基本上都是冤大头居多，这个品相各方面来说整体还不错吧。给你6块，你白带6块，这便宜上哪捡去？另外这一块给你算200块钱一个，这30个整体算下来，你这一下子也捡大漏关键是今天他竟然给我打电话，又反悔送给我了，说让我把这些银元再给他送回去，又说准备给我拿1000块钱，相当于用这36块银元换7000块钱。哎呀，别人反悔你这也没办法，谁让这些银元是人家的？所以我来找你看看你这里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我想买36块假的，我给他送回去。你别开玩笑了，我这没有假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这种狸猫换太子的想法很危险。第一，别人昨天拿30块银元给你，属于激情消费，他应该不知道价值。第二，你拿假的去糊弄别人，被别人发现了，脸面何在？往大了说，你这是违法犯罪你这别吓我一块100-200块钱，也就这点钱的东西，怎么可能值当的犯罪的？再说昨天都已经答应送给我了，今天又变卦了，你说这人咋能不靠谱嘞？你这话说的太轻佻了，你拿着东西说实话你还不想还给人家，人家给你要回来你又说人家不靠谱。本来说的都是实话昨天给今天要这不是瞎扯淡吗？别人要走肯定有他的这个道理。如果这些银元真值100-200一个的话，估计他也不会张口给你要走了。如果真拿一些假的你去糊弄人家，你这种行为可算是违法犯罪。我再次提醒你一下。你也不用忽悠我我以前多少也懂点很多人都用他们加工那个银手镯了对不值啥钱以前确实是都用银元加工银手镯，但是现在一块银元你可以买几对那个银手镯，你说谁还去拿去加工呢？反正是银子不值钱我不是想着收藏吗然后就给他了。哎呀，说实话银子确实是不值钱，银子是银子，银元是银元，两个不同的概念。我这样跟你说吧，你这些银元我给你挨个都看一遍了。首先壁面没有什么大斑，连小斑值钱的斑都没有，年份的话都是比较常见的3、9、10年，里面偶尔有一块占阳作阳，这都是咋说这都是一般常见的年份。基本上壁面全是流通过的通货，好就好在这个壁面无伤无戳，虽然说有一些流通痕迹，但是没有特别品相差的。就凭你目前这些状态而言的话，大概一个给你算1000，36块的话也就36000。36000？对。咦，怪不得他今个给我打电话我今个给儿子搁这开家长会的，给我打电话打的急得很就生怕我不还他似的。哎呀，原来竟然是值那么多钱。这很有可能他昨天也不知道价值，拿回家大家伙一看，或者是有懂行的，立马就有想给你要回去的想法了。他说要回去都要回去如果不是我发现他能会得到那么多的银元吗？毕竟这些银元你看也是从人家老房子里边找出来的，应该是他们祖上留下来的，你心里面也不要有啥想法，老老实实给人家还回去，啥事没有。不行你如果不要的情况下，那我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我又不像人没有一模一样的家嘞。你别干傻事儿，我跟你说，老老实实把银元还给人家，哎，你给你就要，不给你就白要了。哎，你不用管。发财了，别人家一个银币都没有，没想到俺爷给我留整整8斤。你看，你说我这不发财都难啊！整整8斤，那你这数量确实不少。给你纠正一下，你这可不是银币啊！我爷爷亲口告诉我的，这难道说还会有假吗？那爷爷不认识也很正常，假倒是谈不上假来。你这些都是正儿八经过去日本使用过的零钱，你可以推一下它们的重量很轻，材质啊和银呢搭不上边儿，和我们过去的分币1分、2分、5分的很像。整体上的话，这也卖不了多少钱啊。卖不了多少钱。你说这话啥意思？在你店里你能有这么多的钱？不好意思，我一个也没有，因为我压根儿就不玩这种分币。你不玩并不代表不值钱啊！我已经和北京的一个专家联系上了啊，一个能给我1万。一个给你1万，这价格说实话都令我咋舌。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对的，不玩并不代表不值钱。我仔细大概的给你看了一下，你这里边并没有发现有银号之类的。这一个的话，北京的专家给你报1万，你这还来找人估价，你这很明显不相信人家北京的专家啊！我咋不相信啊？我相信他们说的话。不是怕他们给我报少了吗？毕竟这一下几千个嘞。一个少3000、5000的，那几千个那少几百万了。原来你这是害怕卖亏了，你这才过来找人看看。你这上千个的话，按别人的估价，这都上千万的资产了，你还在乎这区几百万吗？你看你这话说的，几百万还少吗？我祖上几辈加一块也挣不了那么多钱呢。你别生气，我没有别的意思，简单的就是给你开个玩笑而已。几百万确实是不好挣，我们普通人想挣那么多钱啊，必须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像你这些硬币啊，能卖上千万，我自始这种感觉啊，这都是天方夜谭。你也别天方夜谭地方夜谭了这是我爷爷小时候闯关东一个日本富商给的。你看能值多少吧？给恁爷了都对了。你想想，如果真是特别贵重的钱财啊，别人不会轻易送给恁爷来。你不知道，当时我爷爷是救了他的命，你知道吧？那多余的话咱都不说了，我就给你来讲一讲这些硬币。首先，像这么大个的，在过去那个年代啊，昭和10几年，也就是80几年前，我们当时用的是银元银号，而它这个材质是铝的。你拿这些东西啊，在日本国内可以正常流通，拿到咱这边，说实话，很多商家根本不认这个。大家都懂得常识，铝怎么可能和银子相提并论呢？所以这些零钱啊，在咱们国内根本就流通不了。你先等等，这些材质咋可能是铝的嘞？你再把这个话说清楚讲明白。关于这个材质的问题啊，咱们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是铝是银子啊，这用它的重量都能拖出来。专家100%确定是银的。我感觉他们就是银的。你不能你感觉，必须得让别人看。首先我给你推翻的就是专家的观点。第一个，它的材质就不是银的，因为日本它是属于岛国，外贸上用的银元都是和那个袁大头个头一样，辅币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所以在当时他们也没有怎么发行过银号。如果你这些材质是银的话，不会有那么轻，你自己可以拖一下。另外我再给你来说一下这些10钱还有5钱的价值。虽然说他们的材质是铝做成的，但是你放到现在也有几十年了，你加上之前炼铝熔了不少，所以它这个整体存世量也不多。你这个大了呀是1块钱一个，小的也就几毛钱。像这种啊咋说呀，是目前它的市场价，并非1万块钱一个。那为什么北京的专家都说1万块钱一个来了？恁俩究竟是谁在说谎呢？我就这样跟你说，有些网上专家的话不可信，他把1块钱的东西给你说成1万，这是什么概念？这整整是夸张了1万倍的这个价值，这叫事出反常必有妖，里边大有文章在。我不管他有什么文章，他只要给我钱就行。这东西我得拿走，不听你这样说了。那你也老大不小了，你具体能值多少钱，你自己看着办吧。好。俺女朋友租个房子，净给我找事住3个月，欠人家2万多。把这银元卖了，给他赔钱去。住3个月，欠人家2万房租，那你这房租不便宜啊！来，我看看啥样的银元。倒是租房子不欠人家的房租，和房东闹别扭了，浪费人家的100多吨水，算是给人家赔钱了。
100多吨水的话，这么着也用不了2万块钱啊！你这还大张旗鼓的拿3块银元吗？水确实用不了多少钱，关键是把人家的房子给淹了。哦，那确实是闯大祸了。这3块银元，这都是好币种啊，龙阳3剑客的赵忠和大清，另外还有一块全字口的这个8年，整体状态还都不错。这都卖了的话，这2万块钱这绰绰有余啊。哎，只要够都行。这3块银元还是我拿了我爸的。哦，我还以为值不了5000块钱呢。另外啊，我准备的还有1万5。看来这次运气不错，早知道就拿1块了。你这无论拿几块过来卖合适吗？让他爸知道了，这会不会还闯祸呀？几块破银元闯啥祸啊？卖不了，你卖了之后大不了以后再买。以后再买，你说这话就对银元不懂了，因为这几块银元啊，这都是褒奖币。你这忽然间给他爸卖了，别弄了不得劲了，毕竟是恁爸买的东西。我感觉你最好还是跟他爸提前说一声，你别再闯祸了都行了。我爸这一关是应该好交代，倒是我女朋友这一关比较难办。人家的房子不退押金，他一气之下把水管全开完，浪费点水倒无所谓。没想到一下把人家房子给淹了。这个住房遇到最多的问题，其实就是房东不退押金。住房之前那个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啊，那就按合同办呗。就是那400块钱不退，他俩杠上了。说实话，因为这400块钱闹别扭，太不值当了。年轻人啊，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租房的时候啊，如果白纸黑字写了住不够时间不退押金啊，这可以理解。如果因为这个住房时间到了，房东坚持不退押金，这也不至于去开水龙头啊，100多吨水远远也不止400块钱了。主要是我这个女朋友她太幼稚了，她想着400块钱不要了，反正木已成舟，没办法了。你看这银元值多少钱嘛？那确实说太多都是徒劳了，只能坐下来有好协商了。你这3块银元最便宜的其实就是这个味道8年，皮革你看给的是 XF92，原像这一面这是属于酱材，然后夹克这一面比较干净一些，这种材啊是属于典型的阴阳面。8年字口啊，讲究一个全字口，状态给这放着了，大概估价的话5000块钱。5000？对。那这样你说的话，卖1块都够了。没想到这银元还那么值钱。你看看另外那2块咋样？你感觉贵，完全是因为你不懂。人家卖东西啊，都是越卖越开心，你倒感觉很惊讶。另外这2块，这是属于龙阳3剑客里边最贵的赵忠和大清 ，VF97的赵忠，哎呀，这也是一个褒奖币。97就是壁面带褒奖，你这一块确实褒奖挺重的，但是壁面2面的话，这都属于全身打，虽说没给分，但是味道极好。另外一块这个是原味的大清轩山，入的是公玻璃盒子，整体状态也不差。你看这个龙鳞花质都挺好，包括这边的字口也算是全身打。这2块的话加在一起估计得2万多。那2万多那就不卖了，只卖1块就够了。反正我也有1万5嘞，对不对？那对，那这2块我建议你啊，还是给他爸拿回去啊。暂时只需要1块就行了。好，那行，这一块你也留着，懂吗？对，把眼前的事给解决了再说吧。好，走。这一次不发财了呢啊！我朋友欠我2000块钱，我给他要过来一根金条。这哪是金条啊？你看上面都生铜锈了。这是因为古董啊，时间长了氧化了，这不很正常吗？兄弟啊，这黄金它是不会氧化的呀，我这还真没看出来，你这咋可能是过去的古董呢？这看器型的话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啊，这细看的话，你看这有些地方这都已经开裂了，这也不像黄金啊。欠你2000块钱，咋可能会给你一根金条嘞？你不知道，俺这朋友这有点二就是搁俺那边属于那种有点傻有点憨那种，要不然他给我拿个金条给我嘞。那你们既然是朋友之间相处，你不能因为他憨他傻就可以欺负他吧？我没有欺负他啊。他家里面之前都卖首饰的，知道吧？35对，还送一块皮球嘞。那你这皮球个头不小，如果是真正的黄金，得有2-3颗，能轻易送人的话，你这个朋友确实出手阔绰。他家再是卖首饰的，他也不可能见人都送啊。我也不知道，为啥送我？上次我去他金店里变现的时候，别人称重才1颗，人家直接不要了。
不要就对了。一般金店回收黄金基本上都是来者不拒。我这细看你这也没有钢印，这颜色怪怪的。你那回加了吗？你说的没有依据啊，可不能乱说。对，你说的对，在确定材质是不是黄金之前啊，一切材质都是个人看法。你这个貔貅我也不要，还是来说你这个金条吧。你这个知道不知道？600多一颗。哦，600多一颗。因为我这个老古董，应该一颗他不得给个翻一倍吗？不得给1200吗？你说的对，古董黄金确实比这个金价价钱高，但是也不至于1000多啊。你这你都不知道了，现在金店都好几百一颗，我要他1000也不过分啊，1000多点。金店人家卖的都是成品首饰，要500-600那都很正常。但是你这个金条是不是古董啊，是不是黄金还另说。先说它这个材质吧，如果那么大的金条啊，它的重量是固定的，你这个我拖着非常轻飘。黄金的话，一根儿得比那个大黄鱼重。民国的一根大黄鱼300多克。我先来称一下你这个重量吧。我总感觉这重量很轻。哎呀，100多克。哎呀，咋说啊？你这重量都不对。黄金的颜色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金黄色的，你这细看，你这颜色比较暗，尤其是通过这个条形上，它这个裂纹这个地方，注意说明它在熔炼的时候啊，流通性不好，形成的裂纹啊。因为黄金的流动性不会有那么差，至于古董也没有任何参考依据。看器型的话，这也就是个人熔炼出来的这个条形吧。我看这个金条不值钱，我最多也都是一个铜条而已。铜条？那绝对不可能。你这鉴定结果啊，我很不服气。你看你能给我多少钱吧？这家里我要它没用，我这也给不了你价钱，这我要不了。价格别好了，我2000块钱来的啊，你给我4000，让你捡个漏，懂不懂？你这漏我捡不了，你这前后变化也太大了。刚才你还说是古董了，一颗要1000多，你这现在咋又要贱卖了？你这前后变化这差距也太大了。我去了好几个店了，他们都不要，我这心里面不是也没底了吗？都不要啊，说明这个东西有问题。通过你这个事儿，我觉得。不是那个朋友太憨太傻，反倒是你太天真。朋友之间相处还是实在点好，谁又不是傻子？你想赚别人的便宜，别人还想赚你来了，你把东西还还给他，你就老老实实的把你2000块钱要过来吧。那就这样了，这不是瞎搞营销吗？这7年前啊，俺哥刷我2万的信用卡，一直到现在都不讲还我的事。今天我这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卖我的姻缘了。这个亲兄弟啊，也要明算账。2万块钱其实也不多，他是不是忘了？你提醒一下他就行了。来，我看你啥样的姻缘。咦，我都提醒他好多几次了啊，没想到他竟然给我装迷糊。我一个上班族，2万的信用卡我得还。信用卡刷出来的钱，你肯定必须按时按点还，你少人家1分估计都不行。对，信用卡精确到1分1毫，那就不讲信用卡了。但是你这个姻缘状态不错啊，UNC 92的大清轩山深板龙。你看壁面带转光，你这个大清啊，主要是没给分如果给分的话，妥妥 MS61的分。你这用来还信用卡应该是没啥问题啊。咦，我感觉有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吧？这个信用卡是俺哥7年前刷的。这7年我陆陆续续分期还了。每个月的工资啊，全都给俺媳妇了。另外，借我朋友好几千块。你这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分期还信用卡确实有手续费之类的。咦，反正现在我是总欠账，将近3万了。哎呀，提起来这个事儿啊，都心烦。你这事儿弄得确实挺心烦的。本来是2万的信用卡，你当时替他还上，啥事儿没有。你这谁也没想到你手里边没有钱，结果弄了个分期，给朋友越借越多，这窟窿越大。估计那哥的话，那哥他不会帮你还吗？别提这个钱的事儿了。俺哥竟然把这事儿给忘了。找他去要，他说3年前都给我了。3年前俺儿结婚，他当时确实随了2万块钱的大红包。那儿子结婚给2万的红包，这和借那2万块钱好像没关系吧？对呀，他说当时啥事还我了。我听了之后啊，差点
让我气晕。那如果是那哥是这样的话，那他节制就是有点站不住脚了。借钱是借钱，随礼是随礼，把借钱和随礼搞混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如果当初不是他刷你2万块钱的信用卡，你这也不至于啊，现在欠别人3万块钱。我说的是这个理吧？你说的对。我遇到这样的哥哥，我也是很无奈，只能把这个银元卖了。哎呀，你这个哥确实让人挺无奈的。这事幸亏啊，你还有一块收藏了这个银元。不是欠账，我根本都不想卖。我也喜欢这些小玩意儿。那行吧，那我给你简单来看一看。像这种大青轩山啊，我们平时比较常见，见的最多的都是那种一般的品相。而你这个大青保存的比较好，你可以先看一下 PCGS， 你看给的是 UNC。UNC 的分值啊，用我们国内的盒子来看的话，就是 MS 级别。MS 其实很好理解，就是笔面相当于是未流通的状态，相当于是从那个造币厂出来之后，这个银元就一直在我们个人家里收藏进来了。我们细看笔面的话，看它细节啊，银元上确实没有一丁点的这个流通痕迹。92给的是一个清洗，你这个银元笔面确实有这个洗过的痕迹。如果养一养包浆啊，肯定是有分的，因为它这个笔面你看带光，一般像这种带光的银元比较少。大青主要是看它这个花枝，你这个花枝包括龙鳞，包括笔面的一些云朵，包括前后所有的字体，你以及所有的细节，这全是全身的，除了没给分，没有任何缺点，非常完美的一块笔。给你初步估价的话，大概在2万左右吧。2万都2万吧。我这已经火烧眉毛了。下次无论是谁，我绝不会让他刷我的信用卡，1分钱都不会借给他。你说的很对。第一，像恁哥那种不靠谱的人，绝对不能借给他钱。第二，这个刷信用卡的话，如果有钱的话，最好一次性还清。2万块钱本身也不多，你这滚来滚去滚成了一个大雪球，说实话，这太不值当的了。哎，啥都不说了，吃一堑长一智，买个教训吧。那行，那我给你算算吧。我这准备买房子嘞。我婆婆给我一个银元。这不是闹着玩的吗？哇塞，你这个银元这不是普通的银元啊，老江南的57年。如果这是真的话，这咋是闹着玩的？我知道银子不值钱，再也帮不了我呀。那你按银子卖肯定不值钱，这26、8颗银子对吧？最多也都100块钱吧。但是你这个老江南品相不错，笔面全身的，龙鳞比较完整。那婆婆给你这个银元的时候，难道没跟你说这价值吗？他没告诉我，我也懒得问。因为平时这1个月就给我2000块钱，也不给我带孩子，我也懒得搭理他。我觉得那婆婆不错啊，1个月好歹给你2000块钱零花钱了呀。不错啥哎，俺闺蜜的婆婆，还给零花钱，还帮忙带孩子。这个生活啊，你不要过多的和别人攀比，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条件都不一样。就像恁和婆婆住在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了，如果相互不搭理的话，终归不是一个事儿啊。反正是眼不见为净吧。我上个月看了一套房，首付都得20多万的样子。我就看他给我买不买吧。一套房20多万首付，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我都没想到他会给我一个破银元。你说这才哪儿到哪儿哎？你主要是对银元不懂，因为你年龄小，在家带孩子，手里边也没啥积蓄。恁婆婆这样帮你啊，只能说明她对你还不错。好有啥好嘞？俺闺蜜都给我看过了，说500块钱一大段。我今天就是来看她的笑话的。看笑话倒是不至于，再说恁闺蜜她也不懂银元，500块钱这个结论下来有点早了。因为她家里也有银元，好像也都卖几百块钱。你像普通的银元，确实也都几百上千的样子。因为银元无论是啥币种，都得看品相。但是，一般像这种带龙的呀，品相稍微好一点的，它价格都不便宜。再说啊，你这一块也不是普通的银元啊。你光说不普通有啥用哎？我在意的是价格。价格肯定没利，因为你这块品相、包浆都非常不错。你就说多少钱吧，我都想知道多少钱。你不要着急，容我慢慢给你讲。你这个是江南龙阳里边的57年，我们经常说8个有纪年，1个无纪年。你像8个有纪年，像什么甲辰、戊戌之类的，我们经常见。无论是贵点的也好，便宜点的也罢，对吧？我们个人手里边的都有。倒是你这个无纪年，我们确实不常见。就像我们下乡去收银元，很长时间才遇到一块，物以稀为贵。所以这种无纪年老龙啊，比较贵。恁婆婆给你的这一块，首先你看品相好了没得说，两面质口全身大，龙鳞比较完整。这种品相在民间说实话
也是极其少见的，说明恁婆婆保护的很好，而且壁面包浆也不错，这种是典型的百年酱菜包浆。壁面你看这都带光，双面带光，基本上算是未流通的状态吧。我保守给你估价一下，价钱的话，应该在咱这边能换一套房，应该没啥问题。能换一套房？对。能值几十万吗？对呀。老板，你可别忽悠我呀！我干嘛忽悠你嘞？像这种好品相的五金件啊，确实很少见。恁婆婆给你这样的银元啊，足以说明她是一个老藏家，对这个价格把握的也是比较精准。哎，真能值几十万块买啥房子？我今天来这里我才知道，原来我有一个这么有钱的婆婆呀。对，我感觉啊，通过这个老江南银元啊，看恁婆婆的话，恁婆婆应该不是一般人。你说实话，在生活当中啊，我感觉你应该给她好好的处。都像恁婆婆对吧？她有这样的银元，说明啊，她家里边还有其他银元。如果你们婆媳关系处好了之后啊，说实话，都像这些银元，一个银元一套房。如果说他有10个银元，那就10套房。都像这些银元挣值钱，那早晚不都是你的吗？对不对？是的，是的，这天变天了，我赶紧给他回去买双鞋去啊！对，好好的孝敬他，给他买个棉鞋去。对。俺媳妇儿啊，陪嫁10块破银元，这次可把我气晕了，8.8万就换来10块破银元。你先消消气儿，这个现在的银元啊也不便宜，这个8.8万的彩礼啊确实不多。来，我看看啥样的银元。哎，我今天啊就带过来一块啊，我看见这银元我都气不打一处来，我感觉啊最多也就值个几百块钱。哇塞！你这可不是便宜的银元啊！光看皮革给的 MS61分，这价格绝对不会便宜了。哎，啥家伙哎，阳春蛋外光里不光，没啥用。这种盒子币绝对不是你说的外光中看不中用。PCGS 啊，能给 MS61分，这状态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这壁面带环彩，这绝对是漂亮。如果10块都是这样的银元啊，恁媳妇儿这陪嫁绝对是对得起你这个8.8万的彩礼。呀，你可别当我傻。我这银元拿出来给俺妈看，俺妈气得直拍大腿。她说以前这些银元都是啥加工银手镯，一个也就是80来块钱，10个肯定不够8.8万的彩礼啊。恁妈说的很对，这些银元在过去啊，大部分都是加工银首饰了。现在你别说100，你1000你也买不来。我下的可是8.8万，一个1000能买88个了。因为你对银元不懂，说实话，这个不说银元，就说恁媳妇儿8.8万的彩礼，你放到现在来说，在咱这边已经是超低了。你说现在谁家娶媳妇儿，那结婚不都得花个几十万？你这8.8万还送10块这种高端银元，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哎，其实俺媳妇儿家庭条件非常好，俺俩嘞又是自由恋爱。当时啊，主要是我岳父给我承诺了，说结婚的时候啊，要给俺媳妇儿陪嫁好东西，免得会是这些破东西。结婚陪嫁银元太正常了，主要是取一个圆圆满满的寓意。我不要寓意，我只要实际性的东西啊。你主要是对银元不懂，我给你吃个定心丸。恁岳父啊，确实践行了他的承诺，他给恁媳妇儿准备的这些银元啊，这都是精品。因为你今天就拿过来一块儿，如果都是这样的话，说实话，你确实是赚大了。那你就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你看看这样的银元能不能卖5000以上吧？5000以上绝对是没啥问题的，甚至几个5000都不在话下。你这个是 MS61分的广东生龙，优点啊主要有2个。第一，它这个分值比较高，广东龙属于地方生龙，发行量主要是光绪的比较量大，而你这个你看是宣统的，宣统发行量整体不大，所以量少的话，好品相的更少。而你这个就属于好品相，能够达到 MS 级别，可以肯定的就是它这个状态是未流通的状态。从这个壁面包括它这个龙鳞，你可以细看一下，这就是没有流通的状态，在广东品相里边啊，也算是极品了。另外就是它这个环彩包浆，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壁面这种包浆分布的比较均匀，壁面带彩，但是这个银元在保存的时候啊是极其不容易的。你这个不仅带彩，而且壁面还带光，你看这光度确实喜欢人，两面这种光度啊能达到这两点，仅凭这2点，你这个银元它都不会便宜了。就你这一块的话，初步给你估到5万，完全没啥问题。多少钱？5万。你没给我瞎报吧？没有，这一块小小的银元，怎么可能卖到5万嘞？我压根就不相信。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一般像这种未流通状态的银元啊，品相状态都那么好，你放平时啊，
比较难遇。你想想，100多年前的东西，讲究的都是物以稀为贵，更何况你拿过来了，说实话，这是一个，另外9个还不知道。如果都是这样来登记的话，说实话，这绝对是大大的惊喜。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的话，那确实是惊喜了。啊，对。那我改天把其他的也都给你拿过来，给你看看。可以拿过来，我给你瞅瞅。好，谢谢你啊。没事没事。叔叔，俺爷爷送给我一块压岁钱，我放着都放黑了，你看这是不是真的？这种黑色是他的包浆，既然是爷爷送给你的银元，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同学告诉我是假的，准备让我送给他。是真是假，你同学才几岁啊，他不认识太正常了。你这是一块原汁原味的大老黑宣三，你不要看它黑就感觉着它有问题什么的。整体品相这还是不错的，同学之间相处玩耍，家里的东西有些东西能送，有些东西是不能送的。我经常去他家玩，我有时候饿了还吃他家的饭，不送给他，他该说我小气了。你这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饿了吃饭和送别人东西啊，这是两码事儿。我觉得无所谓啊，这银元放了也没什么用。你别说银元在那里，你手里没用。现在就是给你100万，对你来说也相当于是没用。这完全是因为你这个年龄小，现在你正是学习知识的年龄。你即使再是没用啊，这个银元也有一定的价值，它和大气小气没关系。如果你同学实在是想要这个银元，那你就吃人家几顿饭，给别人补偿过来就行了，完全没必要非得给他这块银元。这是去年爷爷给我的压岁钱，这给我就是我的了，我可以做决定。你的东西原则上你确实可以做决定，只不过是你不懂它的这个价值而已。我爷爷平时都给我200块钱的压岁钱，我感觉这相当于就是200。你这个比喻成200块钱啊，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这个压岁钱一般都是长辈给晚辈的祝福，给多少钱都是他们的心意。而这个银元又和钱不一样，它是多少钱是买不回来的。尤其是像这种龙羊，爷爷送给你啊，其实就是想留一个纪念。你看看能值多少钱吧，如果不值钱的话，我就送给他了。无论值多少钱啊，你送人的话，我觉得还是征求一下你家长的意见。我爸爸妈妈都外出打工了，这小事我就不管他们了。哎呀，不让他们管啊，说实话总比将来后悔强。你这个银元啊，是龙阳3剑阁之首，排名第2的大清宣三啊，也是晚清发行的最后一款龙阳。在过去短暂只发行了2年，所以它的这个整体存世量不是太多，好品相呢更是少之又少。能值多少钱啊，完全是看它的品相的。而你这个可以说是壁面这个包浆啊，特别好，整体的大老黑极其难遇。细看龙尾的话，你看这里已经出云了，是属于3个版里面最漂亮的深版龙。最主要是壁面无伤无戳，质口你看前后两面都是非常清晰，尤其是它这个花枝显得深大。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凭你目前这个品相的话，我来给你估价，大概也就是万把块钱吧。1万块钱我得算一下，好像是100张100。对，你这算数算的挺溜的，就是100张100的。说实话，这可值不少钱了。那我肯定不给他了，我还以为不值钱呢。你认为不值钱，是因为你对这个银元不懂。你想想看，你爷爷那是什么人？他不可能送给你不值钱的东西啊。再说这个银元啊，你拿回去你得好好的放着，说不定啊，再过个10几年，这个东西卖了可以当你的那个大学学费，还有可能将来啊能给你娶媳妇儿呢。叔叔，你可别给我开玩笑了，我不送给他了，我还是拿回去放着吧。对，拿的时候小心一点，千万别摔着了啊，好吧？好。俺媳妇儿那俩闺蜜啊，人家太扯淡了。我们俩的婚礼上，她全家都过来吃饭，谁知道竟然给俩破银元。结婚送银元，图一个好的寓意啊，你完全没必要生气啊。来，我看你啥样的银元。是谁都生气。结婚一场大喜啊，他送我俩银元，我感觉非常不吉利。完全是你想多了，银元谐音姻缘，寓意着圆圆满满，咋可能不吉利嘞？反正啊，不给现金，我是越想越不吉利。
其实这银元就是钱。说实话，给你送这俩银元还不错。MS62的营养还是1887年的稀少年份，你看壁面这双面带彩，另外一块是34年的北洋短尾，它这个龙鳞啊，你看整体还不错嘞。你说你想要多少钱的现金，你感觉满意呢？给多少钱我才能满意呢？这2个闺蜜啊来参加我的婚礼上，都是拖家带口来的。我当然还细数了一下，2家整整9个人，刚好坐一桌。拖家带口参加你们的婚礼，说明2家人都很够意思。一桌饭菜加上烟酒，这算下来都1000好几的。先不说这个吃饭的饭菜具体多少钱啊，结婚是个热闹事儿，他们能够拖家带口来捧场，你作为东道主，你就得尽地主之谊。你别说一桌饭1000好几，你就是2000、3000，你也得让人家吃饭喝喜酒啊。吃饭肯定要吃的，就是他拿银元我不满意，我看着不爽。你说我朋友，我结婚都是给300、500的，也有给1000的。我招待他们，我开心。我看见这俩银元，我就是提不起来精神。提不起来精神，完全是你对这个银元不懂。你现在有多看不起他们，等会儿你都得有多尴尬。我200%的不尴尬。他一个银元能卖500，我就感谢天感谢地了。你说这话确实前后矛盾。朋友之间啊，礼尚往来太正常了。有很多人的婚礼现场，大部分习俗观念都是拿着现金，但是也有人感觉着拿钱太俗，就找各种这个有传承意义的礼物。所以近些年啊，这个银元当结婚贺礼啊，就屡见不鲜了。你别再给我磨叽了。你都说这俩银元市场价多少吧？因为你对银元不懂，现在银元分版分的比较细致，币种不一样，价格区别很大。区别很大。那你给我讲讲有啥不一样？就拿这个阴阳来说吧，这猛一看啊，可能价值不高，因为阴阳它的发行量比较大，常见来就几百块钱而已。但是你这个是少见年份，你看壁面标出了有它的年份1887年啊，这个年份发行量较少，和我们袁大头来比，相当于是大头里边的8年。第二个就是壁面包浆不错 ，MS62 就相当于是未流通状态，能有这种浆彩包浆，而且壁面你看多少带点光，仅凭这种实物状态而言，市场价在3000以上。3000，对，怪怪的，我还以为不值钱嘞。这事弄得有点被动了，我还怪不好意思嘞。你主要是不懂行，不了解价格也很正常。另外一块，这是34年的北洋短尾，一般我们常见的北洋都是长尾龙，短尾龙相比长尾，它的存世量少，所以价格就高一些。你看你这个银元的状态还不错，味道是属于原汁原味，尤其是它这个龙鳞可以说是全龙鳞嘛，毕竟45分的流通品相，现在市场价吧大概在4000以内吧。那2块加起来都7000块钱了。对。听完这个价格，我都是不好意思，幸亏昨天我没对咱们发火，要不然俺媳妇该生气了。别人就是来参加你婚礼不拿钱啊，你也得让人家吃饭啊，你发火完全没必要。主要啊，你是戴了有色眼镜看人家了，太不正常了。说到底啊，还是你太小心眼了，想太多啊，完全没必要。这俩银元还不错，给拿回去。谢谢老板，真是感谢，将这个误会解开了。对对对。这一次我可捡大漏了啊！5000块钱从俺朋友那里买回来一根金条。据听说啊，这还是过去的老古董嘞。这又是金条，又是老古董，但是我看着这颜色不对啊。过去的黄金不怎么纯，它就是这样的颜色。它黄金再不纯，也不可能是白色的。看器型的话，这做工和古董也沾不上边儿。你细看，这做工太粗糙了。重量的话，托手里边大概有1斤吧。你这敢花5000块钱买回来，我倒觉得这没啥漏可见。现在黄金价1克不都500-600了吗？对呀。1斤的话，这么说也得20-30万吧。据我朋友说，这是他祖上传下来那个护板。如果这个护板啊真值30万的话，那朋友怎么可能5000块钱卖给你呢？说白了，他还是不懂。5000块钱还是我主动给他的，生怕他以后反悔，怕别人反悔。你这5000块钱居然买下了这个金护板，你这是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说到这个护板啊，那是过去唐宋时期当朝大臣面见圣上的时候必拿的工具，大小比这个长，比这个宽，大部分都是用玉或者是用竹板做成的，而并没有什么黄金之类的，更不会是你这个样子。你说的对，也不对。大部分都是竹板，黄金少之又少。网上他家已经给我估过价了。最少能给我50万。如果真能值50万的话，那绝对是好事一件。
那你完全可以卖给他，这没必要过来找我。我不是怕卖少了吗？这户边比较少，还是货比30家不会吃亏啊。你别说货比30家了，你就是货比300家，你这50万的报价也不会有人给你出，因为网上他们那些所谓的专家，他们的价钱不靠谱。你别说拿着这个东西，你就是在地上随便捡个破烂，他们也能给你报个30-50万。他们的套路就是让你拿着东西，去找他们。老板，果然是你描述啊。我这几天就准备去一趟嘞。你说谁说钱过不去？哎呀，建议你还是多比较比较，多听一听别人的意见。说到底，你这个既不是护板，又不是黄金。不是黄金的话，那外面为什么会发黄呢？它这个发黄不一定就是黄金，这外边泛黄，其实它就是银子氧化的结果。像这种白色，只能说明它是银子。第一，黄金的密度比银子重，托在手里边它的重量是银子的1倍，而你这个重量明显达不到。另外，黄金的颜色它必须得是金黄色了吧？你看你这种泛黄，它只是银子正常氧化的结果。网上专家给你报50万，没有一丁点的依据。第一，它压根儿也不是什么护板，所以它没有古董的属性。另外，像这种器型的这个银锭，你看它没有一点老气儿，做工又那么粗糙，也和古董挂不上边。倒是通过它这种层次我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含银量不会低牢，应该是99以上的银。这重量1斤的话，1颗给您按6块，你现在市场价也就是3000以内吧。3000块钱，对，你说的怪轻巧啊！只可惜我不会卖给你，放着50万我不卖，我卖给你3000块钱，除非我傻了，跟你说。这个估价3000是我个人的看法，50万是网上专家的看法，这里边相差那么多你没想过一个问题，这里边绝对是有问题的呀。有问题也是你想捡我的漏，我肯定不会上你的当，你记住。哎呀，我说了也是这，有人已经告诉你这东西能值50万。我现在再说啥，估计你也不信，你肯定也听不进去。唯一能告诉了呀，就是你希望你多长一个心眼吧。这个50万，在你没有到手之前，不要再给别人钱，省了你这个东西没卖掉，再给别人几千几万了，说实话那就亏了。你放心吧，我是师爷，你不过50万，这副本肯定不会卖给你。那行，祝你好运吧。我准备给对象买个新款的手机，还差2000块钱。这俩银元2000块钱给你，让你捡个漏。急用钱变现银元买手机，2000块钱卖给我2个，还让我捡漏。来，我看看啥来。你绝对让你捡个漏我知道，冤大头也都1000把块钱。这2个它都是外面带盒子的。确实，这2块银元都已经平级入盒了。我就单看这俩壁面，你确定这个银元是你的吗？200%是我的，不然也不会我拿着呀。首先，你这俩银元光看这壁面包浆，这都不是普通的银元，2块都是9年里边的精发版。精发版主要是看它的发丝，你这2块发丝和这个包浆都非常棒。虽说是你拿来了，想卖2000，但不一定这都是你的银元。你不要刻意纠结是不是我的如果感觉价钱不合适的话，我多少可以给你少一点点，但是不能少太多，因为我要给我对象买一款新款手机，就差1800了。你完全误会了，我的意思不是让你少，你报2000块钱，只能说明你对这个银元不懂，是这个意思。我肯定多少懂一些，经常听别人说冤大头一块才1100左右嘛。你经常听别人说那是普通的大头，市场价1100左右，但是你这俩很明显不是普通的大头。你再是为了恁对象的手机，也不能这样贱卖2000块钱根本就买不到这样的银元，跟你说。呀，你说这话，可把我吓一跳，我以为值不了2000块钱呢。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俩银元是我拜把子兄弟的。我们2个在一个卧室睡觉。我随手拿来他的银元救急的。再是江湖救急，对吧？东西是人家的，你这好歹也得给人家说一声，打个招呼都是自家兄弟，我都是先斩后奏了。再是拜把子兄弟，你这钱财这一块也得分清楚。人家都说亲兄弟明算账，那1分1厘都得算清楚。更何况你这俩银元，它都不是便宜货。最主要你这个没有提前告诉他，这才是做错事的根本，你知道吧？
其他的都别说了。我这要不是急用钱啊，也不至于这样办事。你帮我救急，我今天俺爹过生日呢。你再是急用钱，你这也得有原则性，在错误的道路上可不能越走越远。你看，给你说的那严重。你看看两块管值多少钱吧？严重不严重，还是用钱来跟你说。你这两块都属于9年中的精品，9年精发，是所有冤大头里边做工最精致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它这个发丝，你这两块发丝都可以。最贵的呀，就是他们的这个包浆。先来说这个 XF45分的吧。这种包浆就是100年酱材，包浆在壁面形成的比较均匀，可以说是已经入骨。基本上形成这种包浆很少见，我给你大概估一下，3000多。都这一个能管值3000多吗？对，这出乎我的意料了。出乎你的意料就对了。所以说一块1000的时候啊，我都感觉这东西不是你的。别说了，老板，你真是好眼力，佩服佩服。另外一块也是包浆壁，这个壁面状态你看都带彩，皮革你看平的是 A6的状态，97就是壁面带包浆，发丝不错，包浆也挺漂亮。这种状态啊，我就价格就不说了，建议你啊，赶紧把这俩银元啊给恁拜把子拿回去。别，老板，你看你都拿出来了，我也不拿走了，我拿走也不合适，卖给你一个吧。该跟你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了，一块的市场价你也知晓了，拿别人的东西不经过别人的同意，说实话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再是跟恁对象买手机，说实话你这也不能这样办事。你这说半天你也不要啊？要不了。好。你赶紧帮我看看，这到底是啥？这脏的根本就没法下手。俺这个婆婆吧，她还非得给我。你这个东西确实挺脏的，这用手一摸，你看这手上全是灰。说实话，我都不想要了，脏的，你看这脏的不得了。这既然是婆婆给你的，可以肯定的是，也不是什么普通的东西。这东西我托在手里边，个头不大，重量确实挺沉的。虽说外边看起来脏一些，但是里边你看这透着亮，发白又有那么重，我看着这也不是一块普通的砖头啊。这东西恁婆婆没告诉你它的这个来历吗？这一块破砖头能有啥来历嘞？说实话，我婆婆这个人一点都不讲究。1年365天，她从来都不带洗一次澡的。你跟她站在一块儿，能让你熏晕。你说我这样的婆婆，她能有什么东西？有没有好东西还真不一定，和个人讲不讲卫生啊没有关系。也关系大了。那根本都不是那有钱的人。你可能对我们上一代人啊了解不深，他们都是从吃苦的那个年代过来的，有什么好东西好宝贝啊，他们一般都不会轻易拿出来。虽说恁婆婆这个人啊，个人卫生这一块没太注重，但是我拖着这个砖头啊，这重量可不一般啊，这很有可能还真不是一块普通的砖头嘞。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为啥这样说吧？这个东西，我邻居有一个大学教授看过，他前几天还出过价，多少？好像是给的是2000块钱吧。我婆婆没卖。我当时都感觉到她傻。那婆婆没卖是对了，现在2000块钱买不到啥东西。2000块钱也是钱呀，也总比这脏的强吧。你也别着急，既然那婆婆没卖，一定有她的道理。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那个大学教授啊，他可是人中龙凤了吧？他们的认知，他们的眼界，并非我们常人所能比的。他们就给2000块钱了，你想想这个东西肯定是远远高于2000块钱的。恁婆婆既然一味的想给你，那就说明啊，她想让你多打听打听，多卖点钱，总比不知道是啥不吭不哈嘞2000块钱给人家强啊。老板，你说太对了。我婆婆可能也就这个意思吧。但是我抱的希望不大，因为我婆婆她家都是穷人。穷人，跟你说句实话吧，一般人穷人家里还真没有这样的东西。难道还是宝贝不成？你就说值多少钱吧。好嘞，我给你估价啊。从你这个东西气质上来看，这个就像小1号的这个砖头，但是它又不是我们常见的砖头，因为砖头啊都是用那个土烧成的，而你这个很明显啊，它是金属材质。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音，你听。这种声音发出来了，猛一听啊都比较沉，比那个铜啊、钢啊、铁啊发出来的声音，你看那种都比较轻飘，有一种厚重感。
加上它的这个银色发亮，综合而言的话，我觉得它就是银子。你像过去的古董银亭之类的，和这个造型差不多的，还真是有区别。我仔细看上面也没有啥刻的字体啥的，所以综合而言啊，我感觉应该不是过去的古董。我就给你按雪花银的价钱来估吧，一颗6块钱，我感觉只得有6、7斤，3000个左右的话，不到2万，差不多小2万吧。多少钱呀？小2万了吗？对。你这不会给我开玩笑了吧？没有，我家里可不止这一根啊，还有好多块了呀。确实没有给你开玩笑，如果真有好多块的话，说实话，那你这一下子可是真发财了。一块2万，那10块20万。对，哇塞，这幸福来的太忽然了。那确实，恁婆婆放了呀，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真金白银。别看恁婆婆这一代人穷，但是她上一代、上一代具体是一个啥情况还真不知道，因为家里放了有这种金银两，在过去那可是正儿八经的有钱人。啥都不说了，具体值多少钱，你帮我算算，我要变现。那行，我给你找一个大一点的电子秤，具体能值多少钱，再称一下它的重量，我帮你细算一下。好。俺女朋友啊比较好高骛远，这准备定亲下礼了。我给她准备一个金锭的金手镯。你帮忙看看，她能不能看出真假？你这定亲下彩礼，又送金锭子，又送金手镯，这是大手笔啊！这咋和真假有啥关系嘞？来，我看看都是啥来。多少有点关系啊！我现在工作不稳定在外面给别人打个零工，没多余的钱买黄金首饰。如果你实在没钱的话，那就实话实说，告诉他就行了，完全没必要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金锭是民国的，这个手镯是镀金的。镀金也好，民国也罢，这颜色这很明显太艳。黄金首饰啊，都是镀金999。你看你这个钢标打的都不对。另外，你见过谁家的金锭这都褪色了？拿这2样东西，你就不怕恁对象发现是假了吗？我感觉问题不大。我当时买这2样东西的时候，人家店主都告诉我了一般人他们都看不出来真假。我也就是定亲仪式上一用，我女朋友估计就该藏起来了。哎呀，一般女孩子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之后啊，大多数都会给别人炫耀。一般人都看不懂，走个流程罢了。一般人确实是看不懂，但是也有人他的眼比较尖，像这种黄金首饰，说实话，这显得那么硬，这一看都有问题。万一那女朋友拿着这2样东西去寄卖行，或者是去金店找那个专业人士看出真假了，这还不如不弄虚作假了呀。你不知道，我女朋友家里边人都拜金，平时抽烟都在上班，喝酒少于200的酒都看不上。我也就是走个流程，就为了买这2东西是吧？我还花了800多。就这2东西800多，看来你这是被人忽悠了。忽悠谈不上，人家老板说这一般人真看不出来。还是那句话，在大是大非面前啊，一定要诚实。订婚其实也不是小事了，无论那女朋友家人是否拜金，那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对吧？如果你看不惯，可以和他们少来往，但是你搞这2样东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也别光说我的不是，我今天来的目的很简单啊，你就说如果他们俩都是真的话，大概能值多少钱？能值多少钱？黄金的价格比较透明，你称一下重量，你就可以算一个大概啊。我对这些东西不懂，还是你来给我说吧。先来说这个金锭吧，看个头的话，这像2两了，因为民国那时候金锭的重量比较混乱，半两、1两、2两、3两、5两、10两都有，大概重量在75克左右。你这个字口比较清晰，因为金锭这玩意儿啊，你放到现在，主要是看它的品相了。它这个含金量和现在的黄金基本上都差不多，能值多少钱啊？你就按当前的金价，直接算就可以了。大概估算一下，按550一克吧，75克差不多也就4万多点吧。不太可能吧？怎么可能才4万多？人家店主卖给我的时候说值120万呢。120万不可能，他说的这里边啊，绝对是有水分的，因为这个个头不算大。大了我没敢要，说是值几百万。你这也害怕大了掉底啊？你这个确实值不了那么多。另外一个这个镀金的手镯，我觉得啊，这都不跟你说太多了。长话短说，真的话30多克的金手镯，你去金店买的话，也就1万多点吧。金店里面有很多都是有工费的，算上工费是吧？估计得2万多了。差不多也都这个样子吧。我只是这种啊，觉得你这个办的事儿啊不太地道。
订婚啊，它是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这采用2个赝品不太合适，属于不尊重那女朋友了。万一再因为这个事儿下不了台，那可就真没法补偿了。我知道老板你也是一片好心，你别说了，我等会儿去弄2个高档的盒子，对吧？往那一放，完全没问题了。三思而后行啊。